近年来，各种交友软件充斥市场，但逐渐的，也有一些人利用交友软件以达到约炮、援交，或者是找到有某种利益关系的甜心爸爸或甜心宝贝的目的。但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，在我国，卖淫是合法的吗？你好，欢迎来到 Simple Law 简易法律。我们是一个用最简单的方式分享法律知识的频道，希望不管你是7岁还是70岁，都可以理解哦。提示：本期视频包含成人内容，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。那么，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，你可能会说，卖淫那是当然犯法的啊，还用问吗？不然每次新闻看到的警察去夜店扫黄是在干嘛？但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。事实是，在马来西亚，其实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卖淫。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但先别高兴得太早。在我国虽然没有法律规定卖淫这个行为本身是犯法的，但是对于卖淫产业里其他相关的行为，是确实有明文法律规定是犯法的。第一，强迫他人卖淫。在刑事法典里，有注明禁止任何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剥削他人，以达至卖淫的目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不可以强迫、禁锢、欺骗及贩售他人，以迫使他人进行卖淫的所有行为。触犯此条文者，被判刑后将被处以最高可达15年的监禁、罚款及鞭笞惩罚。第二，禁止靠他人的卖淫来获取利益或维生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禁止任何皮条客、龟公、跑腿的行为。只要有从他人卖淫的行为中获取利益，也就是常见的金钱利益，就已经触犯此条文。罪成者将面对高达15年的监禁、罚款及鞭笞处罚。第三，禁止教唆他人进行卖淫或进行任何不道德活动的行为。简单而言，就是在指拉客的行为。违反此条文的处罚相对前两个较轻，将被处以不超过1年的监禁惩罚或罚款或两者兼施。第四，经营或协助经营妓院。在这一条文中，也针对妓院进行了定义，即在同一的点被2位或以上以卖淫为目的之人占用，就属于在妓院的范畴之中。换句话说，个体户的性工作是并不违反此一条文的。这一条文的刑罚为不超过15年的监禁及罚款。所以，就以这种方式解读来说，自愿且个人的约炮并不属于犯法。除了以上的卖淫相关行为犯法之外，也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嫖妓的对象属于特定情况的话，即使双方自愿，也还是犯法的。其中就包括：第一，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。有些人可能有自己的癖好，特别喜欢找年纪小的对象。如果找的对象是16岁以下的少女的话，即使对方是自愿的，当事人都会犯下强奸罪。罪成者最高可被判监禁20年以及鞭刑10下。第二，勾引有夫之妇。不可忽略的是，如果男方有意引诱、拐走或者扣留已婚妇女的话，可被判监禁2年或者是罚款。由此可见，我国相关法律所要针对的，主要是利用他人卖淫以赚取利益的行为。当然，我国还有伊斯兰宗教法，两者是不同的，相关行为是否犯法和刑罚会有差异。而我们的这一个视频只讨论刑事法哦。免责声明：本频道所有资讯仅供分享交流使用，如需寻求专业法律咨询，请联系专业的律师事务所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欢迎你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